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藏海遇见甄嬛，肖战主动握手孙俪，内场第一排聊天画面甜炸了，家人们炸了炸了！昨晚电视剧品质盛典内场，一张座位图直接把我手机刷爆了，肖战和孙俪居然挨着坐了，就那种第一排正中间，一人一个单人沙发，肩并肩那种做法。肖战坐下前还特意弯腰跟孙俪握手，孙俪笑着问他外面那么大声是在叫你吗？这画面网友直接封神了，说这是郑晓龙的一双儿女历史性会面。更绝的是，有人把这组合叫山珍海味，甄嬛的甄，藏海的海，谐音梗玩得飞起。关键是这俩人坐一块儿，气场强到离谱。一个黑色亮片深 V 西装，一个露肩黑裙，同框那一刻，我脑子里就4个字：视觉盛宴。粉丝全疯了，热搜直接爆。都说这是前朝权臣和后宫霸主的破次元壁同框。郑晓龙导演，您这家庭聚会安排的挺到位啊。具体座位是内场第一排的5号位和6号位，都是单人沙发，独立的那种。不是以前那种挤在一起的连排沙发。主办方今年搞的这个一人一座设计，据说就是为了避免排位争议。肖战坐5号，孙俪坐6号，正对着主舞台。那个区域被叫做镜头黄金位，打光特别好。肖战是压轴入场的，他一进来，全场那个尖叫声，简直了。网友形容跟开水壶烧开了一样。他走到座位那儿，先跟旁边的人点头示意，然后特别自然地转向左边的孙俪，微微躬身，伸出手。孙俪也马上站起来，笑着跟他握手。整个过程也就2-3秒，但那个礼貌和谦逊劲儿全被镜头抓住了。握完手，肖战才坐下，两人中间就隔着一个沙发扶手，距离近到能说悄悄话。坐下之后就没停过，一直在聊天。肖战好几次被逗得哈哈大笑，还用手捂了一下脸。孙俪大部分时间在听，偶尔点点头，笑得很温柔。有网友放大口型，推测孙俪可能问了句外面是叫你吗？因为肖战听完笑着点了点头。这个细节又被封传，说娘娘也关心藏海大人的人气。肖战当天穿的是 Gucci 的超级款黑色西装，深 V 设计，上面有亮片，胸口别了个蝴蝶结胸针。孙俪穿的是 Matikovsky 的露肩黑色长裙，配了那种几何切割的钻石首饰。俩人都是全黑造型，坐在一起特别搭。网友说这是金贵公子遇上优雅女王，气场互补。直播镜头扫过去的时候，能明显看到肖战在认真听孙俪说话。孙俪说话的时候会稍微侧身面向他，肖战听的时候会微微点头，手里拿着水杯，偶尔喝一口。那个喝水的样子还被截图做成了表情包，说藏海大人私下好乖。台上表演的时候，肖战看得很投入。有个节目特别搞笑，他直接笑到仰头，那个瞬间也被拍下来了。孙俪看他笑那么开心，也跟着笑了。整个互动非常自然，完全没有那种明星同框的尴尬或者营业感，就像两个很熟的朋友在聊天。但其实他们之前公开场合好像没太多交集，这次能聊得这么热络，很多人猜是因为导演郑晓龙。孙俪是郑晓龙一手捧出来的。《甄嬛传》里的甄嬛到现在还是国产剧的天花板。肖战是郑晓龙最新力作《藏海传》的男主角。这部剧去年播的，收视率爆了，评分9.5。所以网友说，这是郑晓龙作品宇宙的联动，一个代表过去10年的经典，一个代表现在的新爆款。座位安排在一起，绝对不是巧合。更像是主办方有意为之，用一种很体面的方式，把2代正女郎和正男郎放在一起。
既是对孙俪地位的认可，也是对肖战现在影响力的肯定，还巧妙地避开了谁咖位更大这种无聊争论。因为都是单人沙发，没有前后左右之分，就是并排。这个设计被很多人夸，说主办方终于学聪明了。要知道，就在上个月，微博之夜还因为换座位的事闹得沸沸扬扬。肖战的名牌被临时调整，导致那个区域空了好几个座位，粉丝当时非常不满。这次品质盛典明显吸取了教训，提前就把规则定好了，一人一个座，编号清清楚楚，从根源上杜绝了换座的可能。而且内场分区明确，艺人区、观众区、红毯区各是各的，部分座位还自带补光灯，确保每个人在镜头里都好看。这种细节能看出主办方是想把焦点拉回到品质本身，而不是明星之间的勾心斗角。事实上，当肖战和孙俪坐在那里聊天的时候，大家讨论的也不是谁压了谁一头，而是他们聊啥呢？是不是在说郑导？会不会有合作？话题自然而然就回到了作品和演员本身，这大概就是主办方最想看到的效果。说回这两个人，孙俪不用多说了，电视剧领域的绝对女王。《甄嬛传》之后又有《芈月传》，那年花开月正圆。最近在播的《蛮好的人生》口碑也很好，她坐在那里就是一种定海神针的感觉，沉稳大气，经过时间沉淀的那种魅力。肖战呢，是这几年上升势头最猛的男演员之一，从《陈情令》爆火，到《梦中的那片海》骄阳伴我，再到郑晓龙导演的《藏海传》，一步步用作品说话。《藏海传》里他演的藏海是个背负血海深仇的谋士，全程用原声台词，很多场戏演技被夸上天，尤其是第7集那个陪葬的名场面，直接封神。郑晓龙导演后来采访里说，选肖战演藏海是最正确的选择，说他有力量，有潜质，还特别强调自己拍戏从不把演员当偶像拍，不会刻意去拍好看的脸，而是拍人物，拍故事。肖战在《藏海传》里的表现确实证明了他能接住郑导的戏，所以这次同框某种意义上也是肖战转型成功的一个标志。他能和孙俪这样的前辈平起平坐，靠的不是流量，是实打实的作品和角色。网友给他们的组合起名山珍海味，除了谐音，还有更深一层意思。有人说，甄嬛和藏海其实是同一类人，都出身不错，但遭遇灭门之灾，都隐姓埋名，在绝境里蛰伏，最后都靠智慧和手段完成了复仇和逆袭。郑晓龙导演好像就特别喜欢拍这种破碎感角色，从甄嬛到藏海，内核是一脉相承的，所以山珍海味这个词既指两个人，也指两种命运，更指郑导一以贯之的创作美学。盛典现场还有个细节，主持人倪萍老师在台上调侃肖战，说他在《藏海传》里是复仇的马，谐音驸马。肖战在台下听到，不好意思地低头笑了，那个害羞的表情又被截出来，和他在剧里狠厉的样子形成巨大反差。粉丝都说战战在姐姐面前好乖，孙俪那边状态也特别好，跟肖战聊天的时候眼睛亮亮的，笑容就没停过。有媒体直接用了孙俪完美演绎了看到帅哥的我这种标题，虽然有点调侃，但能看出他心情确实很好。整场活动下来，关于他俩的热搜就没断过，好几个话题后面都跟着爆字，讨论度太高了，甚至火到了海外，肖战的名字又上了国外的趋势榜。这种影响力，内娱也是独一份了。现在所有人都在猜，郑晓龙导演会不会真的让他俩合作一次？毕竟儿女双全的配置太罕见了。
一个能演活后宫臣服的娘娘，一个能驾驭朝堂权谋的谋士。要是真能在一部戏里碰面，那得是什么神仙场面？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。至少昨晚，在2026年3月9日的上海，在电视剧品质盛典的那场，肖战和孙俪的这次并肩而坐，已经给所有人贡献了一个足以载入内娱史册的名场面。